我们可以把整个金融市场比喻为一艘在航行大海中航行的船，将均线、乖离率与吃水线三者进行比喻连结，可以构建出一个非常生动、有助于理解的类比模型。一、均线、乖离率与吃水线。一、吃水线，这是刻画在船壳两侧的一系列刻度线，用来指示船舶在不同条件如海水、淡水、不同季节下的安全载重极限。它确保船舶不会因为装载过重而影响稳定性与安全，常用来比喻安全负荷的极限。用途在显示船身进入水中的深度是航行安全的重要依据。它是船厂市场规则和航海公约历史数据制定的绝对安全基准。装货买入资金和卸货卖出压力都围绕它进行，以它为中心来判断是否安全。二、均线股价的平均成本线会随时间移动，它是将过去一段特定时间5天、10天、20天的收盘价加总后平均，再将这些平均值连成一条线。与吃水线的关系，在比喻中，我们可以将一条关键的长期均线，例如年线或半年线，视为这艘股价之船的核心吃水安全线。价格在它之上，意味着船体轻盈，处于多头市场；价格在它之下，意味着船体负重，处于空头市场。三、乖离率衡量当前市场价格与某一移动平均线之间的百分比距离，意思就是现在的股价相对于过去一段时间的平均成本偏离了多少。正乖离率，股价高于均线，表示当前价格高于这段时间的平均成本，可能超卖。负乖离率，股价低于均线，表示当前价格低于这段时间的平均成本，可能超卖。乖离率等于当前收盘价减指定移动平均线，指定移动平均线乘100%。假设今天某股票收盘价为120元，它的10日均线价格为100元，那么其10日乖离率为 BS10 等于120减100，100乘100%等于加20%。这意味着当前股价比过去10天的平均成本高出了20%。乖离率背后的核心理念是均值回归，就像橡皮筋被拉得太远，有弹回来的倾向。股价被推升或打压得太过极端，远离其平均成本均线时，有很高的概率会向均线靠拢回归。乖离率就是那把测量橡皮筋被拉多长的尺，乖离率就是实际吃水深度与标准吃水线均线之间的瞬时差距度数。正乖离率过大，比喻为船只装载过轻，吃水过浅，船体露出水面太多，虽然轻快，但遇到风浪、利空消息容易剧烈摇晃，股价高处不胜寒，有搁浅回调下跌的风险，这对应超卖。负乖离率过大，比喻为船只装载过重，吃水过深，船体沉入水中太多，虽然稳定，但行动迟缓，并且有沉没、继续破底或需强力反弹的危险，这对应超卖。乖离率的核心作用是量化这种偏离危险程度的仪表，它告诉船长交易者，我们当前偏离正常平衡状态有多远，是否到了必须调整货物获利了结或逢低买入以回归安全状态的时候。正常航行时，股价之船沿着均线动态平衡航道附近波动前进，此时实际吃水深度股价围绕吃水线均线代表的价值小幅上下波动，乖离率在正常范围内，船只航行平稳。出现偏离时，多头狂热正乖离率过大，大量买盘装载乐观情绪涌入，推动股价急速上涨，远离均线。就像船只被强风市场热钱吹得过快，船头高昂，吃水过浅，乖离率仪表发出超买警告。空头恐慌，负乖离率过大，大量卖盘装载悲观情绪涌出，导致股价暴跌，远离均线。就像船只进水或货物过重，船头下沉，吃水过深，乖离率仪表发出超卖警告。根据物理均值回归原理，吃水过浅或过深的船只都不稳定，最终需要回归到合理的吃水状态。正乖离修正，买盘衰竭，获利了结卖压涌现，卸下部分乐观货物，股价回跌向均线靠近，乖离率缩小。负乖离修正，卖盘衰竭，
逢低买盘进场，排出部分悲观积水，股价反弹向均线靠近，乖离率缩小。在这个比喻中，吃水线是静态的、绝对的安全基准概念，均线是动态的、相对的价值中轴和趋势体现。乖离率是连接两者的测量工具，它精确量化了现状股价偏离动态基准均线的程度，从而预示潜在的回归风险与机会。它说明了技术分析的核心思想，价格总是围绕其平均成本均线波动，就像船只的吃水深度总会围绕其设计的安全线波动一样。而乖离率就是我们监测这种波动是否过度、是否临近危险或机会的最重要仪表盘之一。2. 实战中的主要用途，当乖离率冲到极正值时，不宜追高，可考虑分批卖出或观望，等待回调。当乖离率跌到极负值时，不宜杀跌，可考虑分批买入或关注，等待反弹。乖离率就像一个市场的情绪压力计，记住，它最擅长的是提示极端位置，而非指明确切的买卖时点。强势多头，股价持续创新高，乖离率也持续维持在高档正值，说明上涨动能强劲，股价强势远离均线向上跑。强势空头，股价持续创新低，乖离率也持续维持在低档负值，说明下跌动能强劲。顶背离，股价创新高，但乖离率的高点却一波比一波低。这像船每次被浪托起的高度股价更高，但船体本身的浮力上涨动能在减弱，是潜在的上涨动能衰竭警告。底背离，股价创新低，但乖离率的低点却一波比一波高。这像船每次下沉的深度股价更深，但下沉的力道卖压在减弱，是潜在的下跌动能衰竭信号。3. 重要注意事项，没有绝对标准值，加10%算不算高，要看该股票或市场的历史波动特性。波动大的科技股和小型股，其极端乖离值范围通常比波动小的蓝筹股和公用事业股要大。乖离率是很好的市盈指标，但不是万能的买卖信号。强势上涨或下跌的股票，其乖离率可以在超买、超卖区停留很久，必须结合趋势、成交量、重要支撑压力位或其他指标，如 RSI、MACD 做核判断。短周期乖离率对价格敏感，讯号多，但假讯号也可能多。长周期乖离率讯号稳定，但较为滞后。给您一个比记忆任何通用数字都更可靠的方法，打开看盘软体，进行历史回测，找出近3到5年的几个重要波段高点，例如2022年1月的18619点，在那些高点位置上查看当时 BIS10、BIS20、BIS60的数值各是多少，并记录下来。同理，找出近3到5年的几个重要波段低点，例如2022年10月的12629点，记录当时的3个乖离率数值，排除绝对极端值，例如2020年3月的新冠疫情底，取经常出现的数值范围，这就是最贴近当前市场结构的，属于您自己的黄金参考数据。假设您是波段操作者，主要依据 BIS20， 当 BIS20 加 8%， 市场进入波段超买区，不应再积极买进，并开始考虑逢高分批减码或将停利点上移。当 BIS20 8%， 市场进入波段超买区，不应再恐慌杀跌，并开始关注止跌讯号，考虑逢低分批布局。若在 BIS20 达到加 8% 的同时， BIS10 已从高点如加 12% 向下回落，这确认了短线动能减弱，增强了波段回调的可能性。若整个过程中 BIS60 仍在加 5% 的健康范围内，说明长期趋势依然向上，波段回调后可能仍是买点。总之，将 BIS10、BIS20、BIS60 的初步警戒值设在 6%、7%、10%附近是合理的期待。请用您的软体针对最常交易的 ETF 执行上面历史回测的步骤，建立的这份专属数据表将远比任何外部提供的通用数字更有价值。